Hello，大家好，很高兴在新的一年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一个交易员，新的一年祝大家呢，就是说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投资顺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一个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故事，说的是 AMD 跟英特尔。AMD 大家爱称是按摩店，英特尔呢被大家戏称为这个牙膏厂。为什么英特尔能够做牙膏厂呢？因为它一直把 AMD 按摩店压在地上摩擦，它根本不需要给你特别好的产品，它就慢慢的磨，慢慢的磨，然后来赚你的钱。但是事情产生了变化，在2019年中 ，AMD 发布了最新的 CPU， 这次是全方位从高中低档全方位打倒英特尔，所以这个小媳妇终于熬成婆了。在继续往下讲之前，还是这句话，免责声明：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投资的分享，如果需要专业知识，还是要与专业人士联系。谢谢。这个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瞎狗那个大翻身的故事，就 underdog 英文说 underdog 大翻身的故事，就是甄嬛从一个小小的那个妃子或者什么贵人，终于到了皇后的故事。普通人说呢，这是一个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故事。如果要装逼呢，我们说这个是 paradigm shift 范式转移。B 站弹幕会跟你说呢，李春刚通电呢 ，AMD 早把英特尔打得满地找牙了。确实是这样，世界变了，这是 AMD 的年代，2020年是 AMD 按摩店的10年。我们先看看基本面，看看科技界的态度，为什么这是 AMD 的10年？首先呢，国内的性感玉米，主要是一个装机的一个大 V 吧，19年资深的 AMD 的黑，终于在他自己售卖的电脑里面开始使用 AMD 产品，锐龙真香。又看看国外的这种比较评测的一些网站，这个 Linus 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在油管上有大概小1000万粉丝吧。然后他的关于 AMD 的说法，我们看从第一个开始5个月前，他说我以前都不用 AMD， 直到今天。2个月前，他说我自己的电脑也开始用 AMD 了，我不但是开始支持它，而且我自己应用上。1个月前 ，AMD 还没赢够，然后看看 AMD 刚发布的新的 CPU， 又是1个月前，更夸张，英特尔要追上 AMD 需要 years，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不是 years actually years， 很多年代表起码5到10年。这些平民的看法，所谓的平民的评测员性感玉米，但我们看看这个企业的看法，服务器方面 Google 云都开始使用 AMD 的服务器 CPU， 微软的云一样的，平板电脑Microsoft 微软的 Surface 也开始使用 AMD 的 Ryzen CPU。 游戏主机有意思新一代的 Xbox 跟 Sony PS5 都会使用 AMD 的 CPU， 这个在以前我们是看不到有这么大量的企业开始转向使用 AMD 的，这个绝对是一个势的变化，真的就是一个现实的扭转。牙膏厂英特尔真的开始不行了。其实还有一些没有放在这里的，就是说用它的技术，它在2019年仍然使用14纳米的 CPU 技术，而 AMD 已经在用7纳米了。他们下一步的路线图是
2020年能够推出10纳米，10纳米而已，还不是 AMD 的7纳米，还差着一代呢。他们现在跟 AMD 差2代，2020年他们说要就是10纳米差一代，问题是这个10纳米又有谣言出来说他们量产不了，所以他们要追上 AMD 可真的要花点时间了。然后我们看看 AMD 的股票，今天我在做视频的今天，1月2号在这个美西时间今天涨得有点多，涨了7个点，涨到49.1块，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它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应该要回调的，毕竟之前涨得太快。为什么说它涨太快呢？这个图还不够惊悚，因为这个图你可能在1年内它只是从20涨到40多，涨到将近50，涨了1倍。我们看下一个，这4年里、5年里它涨了多少？它从2016年、2015年2块，甚至不到2块，涨到现在50块，它涨到25倍。25倍还能买吗？我答案是，因为它涨25倍的时候，它是一个黑马股。那个时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大家不知道，虽然大家看到了一个曙光，但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打败英特尔。但在2019年中已经确定，它已经肯定的、绝对的把英特尔打在地上，而且慢慢摩擦了。然后我们看看那个企业价值，来评估一下它的股票到底该值多少钱啊？现在 AMD 呢，它是51个 billion，510亿美金的市值，当然这是涨了25倍之后之前它可能只有2个 billion，20亿美金，可惜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不太相信它，那时候它还有流动性风险，所以大家担心它要破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它已经有510亿美金的市值。英特尔261个 billion，2600亿的市值，是它的5倍多。这5倍多合理吗？其实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按摩店它的市场份额还不到英特尔20%呢，就按理来说，它其实市值都不止51个 billion， 不止510个亿，因为它应该只到20%甚至更少，因为你作为一个第2名，你本来就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优待，所以你应该就是20%是多少？就是52个 billion， 但是它根本不到20%，所以呢，它现在如果按这么算呢，它其实是高过它的现有的价值的。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市场永远是向前看不向后看的。刚才我们说那些 Google、Microsoft， 就是 Google、微软，他们的对 AMD 的采购，还有各个不同的 DIY 的人对 AMD 的信任，其实真正的建立是在2019年中之后。这些企业，这些大企业，它的服务器需要更换的话，不是开玩笑的，他们需要很多的测试，他们需要一批一批的换，以保证没有任何对业务的影响。所以这个份额的起来是会相对慢，但是这个份额的起来其实已经是不可逆转。所以其实你很简单，在看到这个在技术上比它领先2代，按摩店比英特尔要领先2代的时候，这个市场份额的逆转，或起码是追上吧，我们不要说逆转，我就简单说，如果 AMD 的市场份额有英特尔的40%，我们就简单说，它的市值应该有英特尔40%，那就是100个亿，那就现在的价格翻倍，你的股价应该是100块。而且问题是，不只是这样，未来的10年是 AMD 的10年。好了，说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知道长线它是很好的，它是一个白马股。问题是你有多少资金可以坐得住，一直做到起码5到10年以上，因为短期内它是肯定会有回调的。怎么养这只白马？我想在这里多点说一下。现在的价格稍微有点高，
今天涨了7个点，真的是我有点出乎意外。现在涨到49块，本来我在做这个视频的准备的时候，我本来说它现在是45块、46块 ，OK， 它比我预想的买入价高3块，你有机会买。但现在49块，这个差距又大了。但怎么说呢？我觉得买入点位43块以下，43块都可以进。有可能我还是觉得有可能在第一季度会回到38块的，因为这个很多人是要去拿到利润的，他们可能会下车，而且这个经济不可能是一直往上的，肯定有一些反复。这个股市它也需要在2019年大涨30%以后，它也需要有一些回调，所以我们有可能能见到38块。那如果见到这个价位，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无脑入。只要你的钱不会在1年里面就要拿出来，38块无脑入，随便入，绝对没问题。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要急我觉得价格会回来的，但是它能回到43块，还是真的能回到38块呢？这个不好说。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我43块就会进一点，但是如果能跌到38块，我就大手的进，就这么简单。保守的目标价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什么就是说加拿大皇家银行各种的研报，他们给到的2020年的目标价可能已经不止这个60了，但是我稳一点，60是一个很稳的数字了。如果你能在38块买进的话，60块钱的目标价，你已经可以赚到将近60%的利润。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白马股，你不要要求它一次给你翻倍或怎么样，但1年60%的利润是非常可观，而且这只白马肯定能给你做到。另外的话就是说，会买股票的不厉害，会卖股票才厉害。2020年开始，这10年都是 AMD 的，有了利润不要急着卖，有的是利润空间，它有上上下下，不要急着卖，留着，起码留5年，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催化剂，就是说其实 AMD 大家也知道，它不只是 CPU， 当然 CPU 占它绝大部分收入显卡也是一部分。显卡呢，它现在也在这个技术上领先 NVIDIA 在7纳米，但是呢它架构不行，它跟 CPU 不一样，它 CPU 架构是远远领先英特尔的，但是它的显卡架构还是没赶上我们的老黄他那个刀法。但是其实英特尔跟 NVIDIA 英伟达这2个公司都是应该被扫入垃圾堆的公司，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领先了以后，他们就给你慢慢挤牙膏，一个叫牙膏厂，一个叫刀王，就是一片一片超薄片给你，然后你就每次再给他交钱。AMD 已经在 CPU 上会把英特尔简直扫入垃圾堆，希望 AMD 能够在显卡上做同样的事情。如果 AMD 在显卡上能够做到同样的事情，那这些目标价就完全不一样了，起码要再赚50%，但这个不确定，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催化剂。但是即使没有这个2020年60块，2021年84块，都是绝对很简单能完成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AMD 它的生产在7纳米呢，完全依赖于台积电，台积电做得非常好它这些股票也很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我觉得太高了，因为它现在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1半，很难再往上涨了。就是说它其实也是个白马，但是这只白马已经基本上把全程都跑完了，我们太晚了，我们看到这只股票好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台积电可能我们晚了，作为一个收息的股票可能可以，但是你说我们投在这当它一只白马来养可能不适合，但是它是帮 AMD 生产绝大多数的 CPU 还有显卡的，它的7纳米技术是支撑着 AMD 这个成功的，所以台积电的产能跟台积电的稳定性其实也会影响 AMD，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关注的。最后想说一说风险跟注码，还是那句话，其实呢投资有风险。AMD 现在看起来一片大好，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供应可能会有问题，它的新一代产品是不是真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它的服务器产品在
大公司使用以后是不是完全能够的满足，或者是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风险我们现在已经在2020年初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说这些风险还相对大，但是2020年初，在越来越多公司采纳以后，我们可以说这个风险其实在越来越低，但是还是要注意它的发展，因为科技的东西没有人能说准，白马是要好好养的，一定要关注。在驻马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度风险甚至偏低风险的一个投资，看你什么价格入。如果你38块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低风险的投资；如果是3块，可能你会中风险，看你自己的偏好，因为你这会中风险的投资将会是你一个最大的一个部分，投资组合里面最大的部分。你看你有多少的好的选择，怎么去分配，这是你的选择就好了。我也不需要跟你做太多的建议。对我自己来说，我会放非常大的注码在上面，因为这种势的转换，这种所谓的有逼格的说法，范式转移，不是经常看得见的。AMD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讲到很小的一部分，我可能在将来的视频会多做几期关于 AMD 跟英特尔。所以呢，但今天先到这里为止。那谢谢大家请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关注 subscribe 点那个小铃铛，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投资的看法。祝大家投资顺利，谢谢，拜拜。